明明是120块钱的成本，你的客户只给你100块钱，你呢？接不接？大家好，我是李树全，谢谢你愿意把下面的时间放在这个教室里面。我想这一阵子，很多人面对这个 COVID-19 这个疫情，无论在事业、在人生的规划上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也有一些学生准备毕业，然后踏入社会。我相信常常会面临到一个最大的困难，就是当你很努力的去计算、去接一个案子的时候，你算了你的所有的成本，算来算去都需要120块钱。可是呢，你的客户偏偏只给你100块钱，而且咬得非常死，怎么样都提不上来。这种状况几乎常常会碰到。我个人几乎常常每一个案子都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去杀人家的价钱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到菜市场去，这边杀价那边杀价，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你呢？接不接这样子的案子？明明是120块钱的成本，可是你的客人只愿意付100块钱。这个时候到底该不该接？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成功人王永庆先生他是怎么做的。我把他的故事简略的跟你讲一讲，或许能提供你一些好的想法。大约在70年代的时候，在美国德州有一家公司，他们对全世界招标，然后呢说我们要做这个电路板。我先说这个里面的一些故事细节，我不是记得那么清楚，如果有一些误差的话，也请你们多多包容。但是目的不是把这历史故事把它讲得很详细，目的是让你知道王先生他怎么做的。我想这最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当时美国德州这家公司，他对全世界所有公司公开招标，说我们要生产这个电路板，要生产1万个电路板，然后我们只付100块钱一个电路板。当时有很多的日本公司，我不太记得了，但是我记得一些有名的公司都去为这个标案去抢这个标案，他们怎么算成本都不可能低于100块钱。最后这些公司全部都放弃了，只有一位王老先生，台湾的王老先生愿意接这个案子。但是更有趣的一件事情，王老先生的这些零件也都是来自于日本。最后呢，王老先生接的这个案子100块钱呢，其他这些厂商看的真的是莫名其妙，明明知道这些零件都是来自于日本，然而王老先生居然敢接这个案子，每接一个案子就会赔20块钱，而且一做就是1万个单位，一算20多万的成本就赔下去了。你做的越多，赔的越多。但是呢，王先生接的这个案子没多久，大概印象之中，我那个时候我都还在大学，我还记得印象之中，后来那几家公司慢慢的就从产业里面消失掉了。王老先生的公司越来越成功，到最后呢，有一群哈佛大学的教授看到这个现象，感觉非常的奇妙，他们呢就组团来到台湾，然后去请教王老先生，您当时怎么会决定接这个案子呢？而且每接一个电路板就赔20块钱，你接了1万个单位就赔了20万，下一个订单来了又是1万，你不是一直都赔下去了吗？后来这些哈佛的学者跟王先生这个请益之后，他们发现王先生做了3件事情。我今天把这个3件事情跟你分享，也希望呢，在你未来的人生事业上，你可以用得到。王先生
就跟这些哈佛的学者讲：第一，我把这个成本切成一半，左边叫做 fixed cost 固定成本，右边叫做 variable cost 变动成本。什么叫固定成本？固定成本就是你每天都需要付的保险费，你需要付的警卫费，你需要付的场租费，这些都是每个月固定，它跑不掉的。那什么是变动成本？变动成本就是你每生产一个这个电路板，需要用多少个零件，需要用多少的人工，需要用多少的电力，需要用多少水电，这些都在变动。王老先生说，当我把这个成本切成一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不需要120块钱就可以做得出来了。我发现我在90块钱就可以做得出来，因为这个固定成本本来就在存在的，我做或不做它都已经存在的。所以后来王老先生算了一下，90块就可以做得出来。所以第一件事情王先生做的就是把这成本切成一半，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。第二个，王老先生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工厂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人有空档，叫做 capacity， 就是换句话说，他还没有空的时间。有一些人坐在那边，他明明一天可以做10个电路板，但他实际上只做了8个电路板。有的时候他的厂房有这么多100个员工，但是实际工作呢就90个员工真的很努力工作，还有10个员工他是闲没事干的。当他发现它还有多余的产能的时候，我们称这个产能叫做 capacity， 工厂的一个生产的产能。最后他发现我还是可以去接这个案子。所以呢，王老先生算了一下，他90块钱的成本现在就降到85块钱了。第三件事情，平常的公司当他接到一个好的订单的时候，他们都扩厂，把厂房扩大，然后提供更多的员工服务，提供了更多的休闲的空间。王先生刚好相反，他接了这订单之后呢，他把这个桌子跟隔壁桌子的位置拉近起来。换句话说，以前他们在做这个电路板的时候，每做完一个步骤，那个人需要站起来走5、6步，把这个电路板交给下一个人。但是王老先生把这个桌子拉近了之后呢，这个人做完了之后，马上递过来给下一位。所以一天本来只可以生产100个电路板的，现在可以生产120个电路板。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本来从80块的成本又降低到80块钱了。最后呢，这个王老先生赋予他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改变生产的模式。最后呢，王老先生不但接了这个订单，但是有趣的一个现象，他接完这个订单之后，慢慢的他把周边的所有的竞争者全部打垮了。后来这些哈佛的学者呢，就把这个王老先生这一套的这个理论给他的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 Kaizen Cost， 其实就是中文翻出来的就是改善成本的一个架构。各位朋友，当你要考虑到底100块钱的时候，接还是不接的时候呢，我在这边给你几个方向，你可以问一下自己：一，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变我的生产的模式，改变生产模式来提高你的效率？第二个，你是不是常常有空档的时间去上网络玩游戏，玩电玩游戏啊，或者看电视连续剧啊？当你还有这些额外的时间的时候，其实那就是告诉你，你还有额外的 capacity， 还是有额外的时间可以接这个案子。第三个，再把你的成本切成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，然后你去分析一下这个成本的架构，然后看看这些哪些成本是你本来就需要付的，那个本来就跑不掉的成本，跟这些变动每做一个案子需要花的人工、时间、零件等等。
从这3个角度去评估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就会有一个很快的答案出现。各位朋友，下一次当有人问你说100块钱的案子你接不接的时候，我其实这个问题我常常在我的课堂上问我的学生，我大概有1半的学生举手敢接，有另外1半的同学举手不接。不接的人认为说我每做一个就会赔，但是50%的同学敢接的，最后我都发现他们慢慢的把他们的竞争对手慢慢的赶出去，最后他们在产业里面就立下一个口碑，然后客户就越来越多。但是在这整个过程里面，千万不要忘记王老先生教我们的3个步骤，我再为大家复习一次。第一个，固定成本跟变动成本。第二个 capacity， 你是不是还有更多剩余的产能？第三个，改变生产模式。 OK， 今天我希望王老先生的故事能给我们每一个人很棒的启发。如果这故事里面内容跟实际状况有出入的话，也请多多包涵，我纯粹是举个例子让你们能听得懂。所以希望这个3个方法也能帮助你在未来的事业上的发展。 OK，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下一堂课见，拜拜。